无奖问答。说到缺货啊，小伙伴们会想到些啥呢？众所周知，作为一只 UP， 离位十足的画面那是必须的。于是前段时间呢，我就冲去宇宙电脑交易中枢华强北，虽然肉疼，但是为了画面，我就冲了。然后我美滋滋的给朋友炫耀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买的比我便宜了接近1万块钱。但是没想到，在几个月之后，我居然有机会能用上它，我的梦中情机，存储空间毁灭者尼康的翻身之作 Z9， 一台微单。说实话，我对尼康呢绝对是有情怀的。从我高中的时候就入门买了一台 D7000，陪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从脚站上面哐击下去。这个镜头就是时政奥，但是它就是一直没事。这台 Z6 那也是陪了这个频道走了好一段距离。Lynx 老哥的暴雪质检测试，应该很多小伙伴看过吧？就离谱。我怀疑是不是尼康有什么暴雪基因。我的那台 Z6 去日本的时候也经历了一场暴风雪，没有防护就直接扛着暴雪用。虽然前后后我用的机子也有6、7台了，但是这种定位的机子，它的整个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说实话，体验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更觉得是尼康对它的重视，还有它重返巅峰的渴望，硬生生的塞中的。方块机身上面密密麻麻的塞满了各种按键，上把、下把、左把、右把，没有一个面是摸鱼的。我严重怀疑啊，只要给尼康足够大的空间，他们就想把所有可以用到的操作全都放在机身上。大家都有的就不说了，画质、麦克风音量调节、白平衡、连拍、包围模式，甚至放大、缩小键都是拆开了。熟悉几分钟之后，用一整天都不需要进入菜单。举个例子，白平衡调整起来，只要按住这个 WB， 前波轮切换模式，后波轮2级菜单。方向键还可以调整色调，当时机子寄过来的时候翻来翻去，怎么只有1颗电池啊？这怎么可能够用啊？好吧，这应该还是够用的。相机上我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流畅顺手的操作，菜单滑动超级流畅，照片预览、放大缩小，甚至是视频拖动进度条，什么叫流畅啊？都有点手机那味儿了，这可是好活。有些小伙伴会觉得相机你不看画质，给我整这些花活有啥用啊？我可以负责的说，整台机子的交互体验还真就是非常影响工作心情，甚至是工作效率的重要因素。你想想看，不但要跟甲方友好互动，还要和机器人机对抗，这谁受得了嘛？再说画质嘛，全都要。说实话，到了这个级别的机器，可能他们之间确实会互有胜负，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的取向，它有没有完全无法适应的硬伤。毕竟能拍出好内容，从来都不是因为机器，但是合适的机器确实能让这个创作的时候更加得心应手。不过对于这样一台怪兽，能找到硬伤还真的挺难的。从设计理念上，尼康这个 Z 系列本身就有很多独特的地方，比如素质极高的镜头群，比如巨型的卡口，比如液晶监屏，优秀的手感。尤其是这台 Z9， 尼康有啥放啥，然后整台机子就是很专业、很皮实，但是一点没有保守落后的感觉。如果关注这方面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刚发布的时候说更新固件那是画饼，但是仅6个月 2.0 固件发布了，然后 Z18 就出现了。它不是那种偏科的夸张，怎么说呢？就像是吃了激素一样。视频极限规格 8K 60、4K 120无台前，8K 超采样的 4K 60，而且就连最高规格的8K 模式也能够连续录制2个小时。这个机器已经录了整整1个小时的 8K 60了，中间就没有断过，就只出现这一个过热的标志，但它还是录满了3张650G 的卡。让我们来看看它现在多少度哦，45.1、45.2、46.2。Z9 上面并没有风扇，也没有散热镂空，但是无论怎么录制，甚至我去网上搜过这个 Z9 过热的相关问题啊，结论都是，甚至用多了之后你都会怀疑，到底是 Z9 太强了，还是本来录制 4K 60就不应该过热呢？录制格式标得清清楚楚 ，NRAW、ProRes RAW、ProRes HQ、H265、H264，总之就是全都安排。这规格说实话基本上没有对手了，即使是再加点钱，也很难买到 8K 超采样到 4K 60的机子。但是要实现这种极限规格，大家就是看看尼康马上要出的卡奥，660G 读写也全都在 1.5G 以上，这是啥规格呢？如果按理论速度，70G 的2077 45秒就能完全复制进去，好吧，这么浮夸的卡值得我多按一下。
不过严格上来说，这种卡其实并不是很贵，一张高规格的 SD 卡往往也要接近2000元，这样的规格它值得吗？不过呢，如果不追求这么极致的参数，一张64G 的卡大概能录制20分钟左右的 H.265 4K 60帧的视频，更何况这 4K 60超采样的画质，那可真是太够用了。实际的画质表现，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即使是夜晚，尼康又做了一些不值一提的工作。双原生 ISO， 我查了半天都没有查到相关的宣传啊。但是我自己试了一下，在 log 模式的时候，第2档 ISO 在4000起跳，所以即使是1万左右的 ISO， 只要曝光控制得当，我认为也是能用的水平。作为一台高像素的机型，有这种高感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了。方块机的这个形态，你说它大，说重，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但是优势也是巨大的。巨型电池，接口拉满，用过 mini HDMI 的小伙伴都知道有多恶心人了。多的位置甚至还可以放得下一个网口，位置大真的为所欲为。屏幕和之前的尼康屏幕不一样，是4向翻转屏，实际用起来打开和折叠的速度都非常快，也很顺手，就是有点可惜不能拍 vlog 啊。手感也是相当厚实，并不会感觉赘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被塞肿的机身。用过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值得这么大的体积。对焦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人眼追焦是相当的靠谱。小彩蛋，咱们这一期的 A 肉就是用 Z9 拍摄的，大家看看这个画面怎么样？电子光圈环的设计超级丝滑，配合机身让它能够实现只改变虚化不改变曝光，调焦也几乎没有呼吸效应。镜头上的这个小屏幕，我明明还很解压，怎么回事？不过很可惜的是，它的色彩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够讨喜。假如直接套 LUT 使用，还是需要一定的调整，不然就只能用一些办法绕过这个 N-Log。而且虽然已经说了1万遍了，操作还是操作，实在是太舒服了。就单说这个对焦吧，除了正常的单点广域，它的这个对焦范围你还可以自定义，你想要细一条，宽宽的一坨都没有问题。甚至选择了这些模式之后呢，也不会和物体识别冲突。自动跟踪模式那就更绝了，只要你把这个框框对准，半按快门或者是按一下 A1 哦，它就吸住了，取消按一下 OK 键就可以了。相比触摸，这样会准确不少。更关键的是，如果阳光很大，用 EVF 的时候也一样好使。视频性能有这个水平已经很够了，但是更强的地方是，它不单是一台视频机器，它是全能机。为什么我觉得 Z9 甚至有点牙膏爆炸的感觉？记得当时单反时代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嘎嘎吹，尼康快门声就是好啊，多清脆啊。然后现在 Z9 直接把这个机械快门去掉了。这是一个很激进的设计啊！我们之前往往都会在不得已的时候才选择电子快门，比如需要高速连拍啦，或者是微距拍摄啦之类的情况。因为电子快门往往会有一些比较难克服的缺点，最明显的就是果冻效应，还有闪光灯出现横条。之前用别的机器，有一次忘记切回机械快门，然后就拍出了这个样子的照片。一张图能同时拍到左侧脸和右侧脸，这是什么有丝分裂啊？但是 Z9 的传感器性能特别离谱，这才敢直接去掉机械快门，还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看 DPR 测试，只有在很少数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那些奇怪的东西。那带来的优势呢，也是很明显的哦，没有震动，最高32000分之1秒的快门，搭配64的原生 ISO， 大白天的吃满这个 f1.2的镜头都问题不大。可惜我最爱的快门声就只能配音了。前段时间不是还刷到这个尼康官方的整活，20张喵喵连拍。现在开始排 ISO 100。3D 对焦也是一大香点。不好意思，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这么高级的机子。本来觉得是尼康粉尬吹，真上手的时候，我直接想爆，对准半按锁死，对准半按锁死，配合连拍，体验简直是太好了。2.0 固件更新之后，还有一个新功能叫释放前连拍。这个功能有多变态呢？只要你半按快门，它就相当于是一直在拍照，然后你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呢，它就会保存你按下去前1秒钟的那个照片。很多时候我们要抓拍一个瞬间，这个功能打开，只要用得好，根本就不可能错过。但是要实现这个简单的技术，那可不简单。至少你需要有一个高速的电子快门，还必须要在连拍的过程中不黑屏，也就是所谓的双工作流。到这里也差不多该做个总结了。Z9 绝对是一台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机器，它是一台性能怪兽，但是操作上又比 Tina 还要顺手。
甚至会让我有种感觉 Z9 不像是一台精打细算的产品，而是尼康决心我就要给大家整个豪活康康。驚死啦咩？实际上 Z9 的机身虽然并不贵，甚至可以说是很有性价比，但是卡和镜头并不便宜，而且 Z9 还买不到。所以如果仅仅是想着图一个便宜，那其实 Z9 并不合适。它的最大优势就是省心好用，各种被千锤百炼的尼康就是实证。可能在某些单项上它不是最强的，但是作为一个相关工作者，拍摄的时候省心好用，不需要去纠结相机本身就已经足够打动我了。何况它单独拿出来一项都是 T1级别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那我是千里，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